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么几件事儿啊。第一件呢，我们说一说这个11国庆的旅游的消费数据。那因为11国庆嘛，也过去一半了啊，也出来一些数据，我们看一看这个消费的这个情况。那第二个呢，我们聊一下这个中芯国际。就中芯国际呢，现在是实锤了，确实是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了。那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一线城市的这个房价和这些全球的核心的20个城市的这个房价的一个对比啊。这个是呢如是研究院做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我觉得还蛮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好，我们先来说这个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11国庆的旅游数据。那走到现在呢是已经4天了，对吧？10月1号到4号呢，一共的国庆假期全国的旅游接待的总人数呢是4.25亿人次，同比呢减少21.6%，实现的旅游收入呢是3120亿啊，同比呢减少31.1%。那大家看到媒体上经常用这个恢复啊，就同比恢复了80%、70%这个数据啊，这个呢其实又是有点这个欲盖弥彰的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同比减少。那我们这个数据看到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旅游收入的下降呢，比这个人次的下降还要大，对吧？这个旅游收入下降31%。这个旅游的接待人数呢是下降21%，对吧？那这个就说明这个人均的消费支出呢比往年呢更少了啊，比去年是更少的。所以说整个这个旅游因为已经到4天过去了，接下来也就只有3天了啊，所以整体来讲，这个11黄金周这次的国庆黄金周应该是很难恢复到跟去年同期的水平了啊，应该就在这个整个收入的下降呢，应该就在30%左右这个水平。那从这一点呢，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国内的这个消费还不是很好，这个消费的这个恢复呢状况也不是很好。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过中国经济就是前3季度整个投资出口还有消费这3个的结构的这个情况。那整个来讲呢，恢复最好的、比较强的还是出口，对吧？出口的这个韧性非常好整个进出口的数据在4、5月份就恢复的不错了。然后整个的外汇储备呢，就是贸易向下的这个顺差呢，积累的也比往年多因为今年不光赚钱赚的多了，就是这个货物贸易方面中国的很多出口商抢占了其他国家的这个出口商的份额。同时呢，在这个服务贸易方面，尤其是旅游、留学方面，因为中国出去的人少了花的钱也少了所以说这个省下来的外汇储备就多了所以这么一进一出中国今年的贸易向下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比往年呢要好得多。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块。那固定资产投资呢也是相对来说恢复是不错的，但是这里面呢它也有结构性的差异主要是3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它是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这个呢恢复的程度是最好的是一马当先的，而且现在这个累计增速1月到9月同比已经早就转正了。房地产开发投资这是最强的。其次呢就是基建投资，基建投资呢恢复的也还不错基本能恢复到去年的同期的一个水平明显也是比较强劲的这个跟中国这个投资拉动的这个经济模式有关系。那第3个最弱的、最差的呢，就是制造业的投资制造业的投资截止到现在同比的累计增速呢还是负的，而且负的还挺多负的8%多。那这个情况呢，其实跟这个消费的萎靡就中国消费的萎靡呢就能够相对应起来。正是因为这个消费需求的不畅所以制造业投资呢整个这个恢复就很弱因为很多实体企业的老板他赚了钱以后呢，他不愿意进行再投入再产出去购置设备、购置机器，产能的再扩张因为这个需求呢很孱弱，他看不到这个需求的这种增长的情况所以制造业投资呢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比较孱弱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民间制造业投资，这个从15年以后呢，这个增速就不是太好好，这是固定资产投资。那第3块呢，最弱的就是消费消费呢，我们一般主要看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截止到现在，整个这个1到9月份的累计数据呢还是负的8%、7%这个水平吧，还是累计增速还是负的但是你看单月同比呢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们一般还是看这个累计增速因为这个可比口径的问题。所以消费呢，整个现在是中国经济里面所有这个3个驱动因素里面是最弱的一环这个呢也跟我们国庆的这个旅游节假日的这个旅游收入的数据也能相对应就是这个需求比较孱弱，老百姓手头里面没有钱
啊，老百姓的这个收入水平比较差。好，这个呢是给大家讲了这个11节假日的这个旅游数据。接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中芯国际。中芯国际呢，它基本已经就是实锤了。之前最早在9月初的时候，路透社它就报道说中芯国际有可能被制裁。后面在9月28号的时候，路透社再次就是透露这个消息，中芯国际呢应该是几乎就是比较确认它被制裁了。那今天呢，就是在这个最近的10月3号吧。中芯国际呢做了一个公告披露了就是它就是这个原文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的是本公司知悉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已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向部分供应商发出信函对于向中芯国际出口的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及原物料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进一步限制需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认证才能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所以这一句话呢，基本就实锤的确定中芯国际被列入了美国商务部的这个出口管制清单。那这样一来呢，整个中芯国际后续的这些发展后续的这个发展呢，就会有很大的这种压力和困境。我之前呢给大家预警过，就是关于中芯国际包括一系列芯片股的这种风险因为走到今天以后，这个整个芯片股的估值呢都非常高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股票基本都是估值100倍以上的，甚至。那中芯国际上市呢，虽然它募资募的很多募了500多个亿非常开心但是它的这个股价呢大家可以看到上市以后基本就开始一路走跌这也是因为它的估值太高了大家给予它的期望很高，但实际上呢，它面临的困境和障碍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包括美国的制裁包括它本身产品结构的问题它本身的产品结构也就在国际上就不是很有竞争力所以说可以预期接下来这个芯片股的泡沫呢还会会走向一个破裂吧，或者会走向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接下来这个芯片股的这个投资呢还是要非常小心的好，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国内一个叫如是金融研究院他们呢从这个叫 Numbeo 的这个一个网站提取了很多数据。那 Numbeo 它是一个什么网站呢？它是一个世界最大的关于生活成本的一个数据库，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就是在线协作的靠这种众筹吧，你理解成众筹也行，就是在线协作这种数据库的网站是通过用户通过在线协作来实现全球国家和城市生活成本的这种信息的实时更新所以说它的信息的这个及时性或者说是这个综合性吧，一览综合性还是比较强的。那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呢，就是比较了全球的最核心的20个城市就是比如说中国北上广深再加上这个香港还有这个国际上一系列的大都市比如说像这个东京巴黎旧金山纽约这些核心城市吧，全球最核心的20个城市的中心城区的房价以及非中心城市的这个非中心城区的房价它做了比较。那这里面呢，他还提到了一个就是修正前和修正后的数值。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中国它卖房讲究的是建筑面积，但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大部分城市讲究的都是一个实用面积那这里面的差别有多大呢？差别非常非常大。那一般来讲呢，在国内因为你这个就是带电梯的这种公寓或者住宅得房率只有70%就算不带电梯的得房率也只有75%。所以说呢，你在国外的70多平米的房子它讲究的是使用面积就这个使用面积，那其实相当于国内的100平就国内的100平乘以这个70%的得房率就是真正的就是使用面积只有70平，才跟国外的70平才是对等的。所以说呢，你就要进行一个换算和转换就是中国的房价呢，你可能需要除以一个70%的得房率才能得到跟国外对比的这个实际房价因为国外讲究的是实用面积嘛，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使用的面积，所以这个呢就导致数据上要进行一个修正和折算。好，那我们就来看这3组数据它是哪3组数据呢？它第一组数据呢讲的是这个核心城市中心区域的房价包括这个修正前和修正后这个修正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指的那个得房率的修正，对吧？那第二组数据呢，它是比较了这个核心城市非中心区域的房价那第3组数据呢，它是比较了这个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那我们一组一组来看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组就是这个核心城市的这个中心区域的房价
那可以看到啊，这个核心城市中心区域的一个房价的一个排名啊，你看这个修正前啊，就是没有考虑到这个得房率的时候啊，修正前你可以看到香港呢是一枝独秀，对吧？这个均价每平米在2.9万美金啊，它这个是每平米的价格。那其他下面呢，就是第2位是伦敦，第3位新加坡，是吧？第4位是北京，第5位上海啊，第6位纽约，第7位深圳啊，就这样排下来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北上深吧，啊，基本是排到前10是没问题的啊，就排到这个第4、第5啊、第7的一个位置。那香港呢，毫无疑问是全球房价最贵的城市，对吧？香港房价城市的贵呢，我相信大家也都了解它一部分的原因吧，包括这个大陆资本的这个外流啊，包括香港的很多这个富豪的集中啊，对吧？有很多的包括大陆的富豪啊，这个尤其上市公司的高管啊、中小股东啊，他套现以后，很多人都在香港会去购置豪宅啊，所以也推高了香港的房价，所以香港的房价啊一枝独秀。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修正以后啊，修正以后就是考虑到得房率的这个问题，然后修正以后的一个全球房价的对比。那其实这个修正修的是谁呢？主要就修了国内的这4个城市啊，北上广深的他们这4个城市，除以一个这个70%的得房率啊，算出这个对应的这个价格，然后再去进行比较，就放在同一个基准上，大家都是使用面积啊去比较。那你可以看到啊，修正以后呢，北上深啊又往前移了好几个位置啊，从这个原来本来是这个第4、第5、第7的位置啊，移到了第2、第3、第4的位置。这个呢，你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北上深的房价就是真正的考虑到这个折算以后，这个修正以后的房价有多贵啊，可以排到仅次于香港啊，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你看这个前4名都变成中国的城市了，对吧？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啊，所以非常贵。你看北京这个他们北上深啊，折合完了以后，每平米都相当于在2万美金左右这个水平。好，这个是就20个核心城市的中心城区的一个房价啊。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就是20个核心城市啊，非中心区域的房价。那基本啊，这些非中心区域的房价呢，是中心区域房价的一半很多都是差不多是一半这个水平，有些可能一半还不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非中心城市区域的房价啊，基本呢跟那个核心城市就是中心区的房价差不多啊，还这个排序啊，我指这个排序啊，没有太大的差别，还是这个样子。最贵呢还是香港，对吧？这个排序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就行了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嘛，要贵的话，这中心城区比别的城市贵，那非中心城区呢，基本也比别的城市贵，这个是逻辑上是一致性的啊，也好理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啊，比较关键的一个数据啊，也是刚才上面我们都看的是绝对房价的绝对数据啊，叫绝对价格。那我们再看一个叫什么相对房价。这个相对房价呢，就是房价收入比啊，它衡量的是你的买房负担啊，这个买房的这个负重啊有多重，压力有多大啊，这个可以说是全球最高啊，中国的城市可以说就是全球最高，没有之一。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修正前的啊，全球20个核心城市的房价这个收入比。它这个是怎么统计的呢？这个房价收入比啊，它选取的是就是个公寓价格的中位数啊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的这个比值。然后这个公寓价格的中位数，它取的是中心区域和非中心区域房价的一个均值啊，这样去得出来的啊。总之是2个中位数之间的一个比值，相对是比较科学的。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20个城市啊，20个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啊。这个修正前呢，我们先看一下，修正前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香港呢是49啊，这个北京是46，上海是42啊，深圳也是42啊，基本就是说你一个人啊不吃不喝啊，这个在中心城市啊需要花42年才能买到这个一个普通的一个中位数的一个住宅吧，普通住宅。这个负担呢是非常沉重了啊！你看后面有很多城市，你看大的城市，这个芝加哥这个3.57年就可以了啊，这个洛杉矶是7.67年啊，就很多的，包括纽约啊，也就这个10年左右。这个中国的这几个城市啊，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啊，真的是压力非常之大啊，非常大啊。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这个在07、08年的时候啊，也就是我毕业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房价呢，像北上广深啊，均价1万多平米，基本父母呢帮你贴个几十万啊。自己再贷款个几十万或者100万啊就可以买了。
那放到现在呢当然还是需要父母支持啊，大部分年轻人还是需要父母支持。那他买这个房子呢，他这个首付呢翻了首付呢就是要花个200-300万了啊，就不是说几十万的事儿了。关键是贷款的金额呢也翻了好多啊，也贷款以前贷个几十万100万，现在可能要贷个200-300万300-400万，对吧？那这个贷款的负担变得非常的重。那在08-09年的时候呢这个大家的收入随着这个未来的展开随着这个经验的积累收入呢有一个持续增长的预期或持续增长的一个动力。那走到今天呢，这个其实很多人的很多行业的收入呢开始进入一个停滞但是这个贷款的金额却比以前大了很多很多可想而知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压力，而且这种风险也是巨大的因为站在10年前，大家的收入呢都有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方向和动力在。那走到今天呢，很多人的收入因为停滞了不动了甚至还有失业裁员的风险。所以说这个时候在一线城市再贷个大几百万的风险呢就比过去可以说大得多。好，这个是房价收入比。房价收入比刚才讲的是修正前的，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修正后的房价收入比。那修正后的房价收入比呢，可以看到更夸张这个北京和上海、深圳就排到前3了深圳都放到后面了为什么呢？这刚才讲了嘛，修正以后除以这个70%，对吧？一起看这个使用面积，这个就北上深呢就更夸张了就是直接排到前3去了。就是说你要花66年的时间才能不吃不喝才能北京买到一套这个核心城市就是跟这些20个核心城市同等这个使用面积的一个房子。所以说这个购房压力呢，就是你想住相同品质的房子花的时间比其他城市要多得多所以大家反正记住这个修正前和修正后主要就修正的是国内的那几个城市因为只有中国它是这个卖这个建筑面积国外大部分城市它是卖的是使用面积所以说这个差了30%的这个空间吧。好，这个呢是给大家分析的这个3组数据这个前2组呢是关于房价的这个20个核心城市的绝对房价，那后2组数据呢是分析的这个相对房价也就是这个买房的这个痛苦指数或者说这个负担指数吧。好，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房价的就是20个核心城市它还有一个数据给了一个中心城区的房价租金比。那其实这个以往也谈到多次了，就是说这个买房以后在一线城市这个租金回报比非常低你看它这个图呢，它是用房价就是除以1年的租金收入算出来的数值。其实呢我们平时说的更多的呢是租售比比如在上海在北京租售比可能只有1.5%都不到就是你1000万的一个房子，1年的租金呢可能也就15万或者12万非常非常低。那这种这个租售比的这种这么低的租售比的情况下那只有2种情况，要么就是房价太高了要么就是租金太低了反正这个你自己去想看还是哪个更夸张一点。那总体来讲呢，就是这么低的租售比呢如果从这个纯的这种考虑租金回报比来讲肯定是不划算的但是大家当然买房的预期呢，在中国大部分都是有学区的概念有这个涨价永远涨、房价永远涨、升值的概念主要还是奔着这个去的。好，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讲的时间也蛮长的了，这个是20分钟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